最近有多位网友都转发来这段视频，只见燃气灶火焰里莫名其妙出现了明亮的旋风，这不禁令人好奇，灶头为啥会出现火旋风呢？而其形成原理又对玩家制作涵道喷气发动机有哪些启发呢？打开燃气灶，让火焰均匀对称分布在锅底，发现并没有什么异常。这时有人打开门窗，屋里出现了穿堂风，正好从左向右吹过火苗子，推动左侧的火焰直冲锅底。由于燃气流被垂直阻挡，这股气流的动压被锅底恢复成更大的静压，于是制造了一处高压区，而这处高压又推动穿过火焰的气流下偏，再被旁边燃气流的低压诱导，向灶头边缘偏转上行。因此，在上方高压和侧面低压的一推一拉中，这股气流出现了旋度，形成涡管顺风延伸的自由涡流，使其中的质点旋转前进，做螺旋形运动。由于穿堂风给火焰的燃气流里送来了过量氧气，导致刚进入涡流的混合气过稀，使此处火焰呈现白色。相比周围约1000摄氏度的蓝火苗，这团白火焰因燃烧不充分，温度只有约700-800度，其产生的可燃产物沿涡管下行，又给后面的燃气流里添加燃料，造成混合气过浓，于是跟着烧出橙黄色火焰，其温度大约500-600度。因此，这股明亮的旋风是由于风吹进了燃气灶火焰，形成空燃比不当的涡流所致。如果风向突然反向，则维持涡流的高压区消失，并且质点也会因逆压梯度增大而运动受阻，最终引起涡流崩溃。所以，这个火旋风需要燃气灶火焰里吹进方向和速度合适的气流来维持。而此原理正好对网友研制喷气发动机有所启发。话说，视频里这台喷气发动机是投稿的同学自主研发的，前端的压气机采用电动涵道，后面接了一个烧丁丸的长筒型燃烧室，组合成为电动涵道喷气发动机。试车时由一人启动涵道，另一人负责点燃混合气。只见刚启动时，火焰向前窜出进气道，此后一番折腾，终于进入工作状态。只见喷口喷出脉冲火焰，测得净推力约22牛。那为什么启动时火焰会前后乱窜，而工作状态下尾喷管又在脉冲喷火呢？观察这台插电混动喷气发动机，前端的电动涵道负责将空气增压，送进燃烧室形成丁烷混合气，点燃做定压吸热。随后高压燃气在喷管内做近似绝热膨胀，内能减小，动能增大，形成布雷顿循环。从循环过程看，该机的燃烧室压力以及曲线面积代表的可用做功，主要由电动涵道的增压比决定。因此，风扇性能至关重要，但它却会受到燃烧室火焰的不利影响。此时在燃烧室里点火，就像前面提到的燃气火苗里出现火龙卷，火焰向前传导的封面必须在燃烧室入口正好合适的压力和流速下才能维持住定。但这个直筒型加力燃烧室既没有预燃室，也没扩压段和火焰稳定环来承接推力，燃气作用力都施加在风扇叶盘上，造成风扇的背压显著增大，空气流量不匹配就会分离失速，使火焰失去限制压力，无法注定而向前窜出，发生喘震。因此，这种发动机并不容易启动。即使进入了工作状态，想让风扇维持住火焰稳定，也要比穿堂风维持住火龙卷困难得多。由于丁烷气进入桶内和气流掺混，形成的是空燃比无法预测的湍流混合气。通过前面的分析得知，当火龙卷吸进的混合气从过稀到过浓，颜色就会由亮白至橙黄。同理，混合比失控的湍流也会造成火焰温度、压力和传播速度剧烈波动，这不仅导致尾喷口出现脉冲火苗，还使风扇背压无法稳定，压气机流量跟随波动，又加剧了混合气比例失调，因此大部分燃料并未充分燃烧，推力会显著损失。可见这个发动机的加力燃烧室由于缺少必需部件，造成风扇和火焰发生了不利互动，使压气机在喘震临界点附近工作，而混合气则无法稳定燃烧和膨胀，随时可能熄火。因此，网友自主研发的这台新能源插电混动喷气发动机虽然创意有余，但稳定不足。而该网友却还抱怨它不能燃烧难以挥发的柴油，柴油直接喷出来的，根本不参与燃烧。这就像我能凑合活着已是竭尽全力，而我老婆却想着让我马上发财，买个宝马。